比亚迪大战丰田，到底是中国混动厉害，还是日本混动更胜一筹？本期视频，两台车实测对比，日系技术积累，匠人精神对决自主插混专精，弯道超车，揭开面纱，到底谁才是家用之王？今天这期视频啊，光是看到标题就感觉硝烟味十足啊！今天我们要来的是一个双车对比，尤其是两台车同路况的油耗对比啊。这台车是比亚迪销量王啊，秦 Plus DM-i。的姐妹车型驱逐舰05 DM-i啊，为什么选这个车很简单？因为租车行两车都有，但是秦 Plus DM-i 实在是太烂大街了。而租车行的这一台驱逐舰05是一台新车，车况5000公里都不到啊。因为我是一个战狼车评人是吧？我要给咱们本土品牌一点小小的车况优势啊，狠狠的羞辱一下小日子啊！这台车也不得了，曾经的中国市场的销量王丰田卡罗拉啊。当然，为了让今天的对比更加的有争议性，更加的有话题性，更加的能引战啊，哦不，我的意思是更加的公平啊。我们选择的是丰田卡罗拉的1.8双擎混动版，不是那个1.2，也不是什么1.5、1.6的，就是双擎混动版啊。中国混动大战日本混动，看谁更厉害。小日子这边 WLTC 油耗是4.06，而笛子这边4.6啊，哦吼，笛子还高一点啊，真是有意思。哎呀，这个今天看来是免不了一场大战啊，看看两者谁的油耗更低，而谁又在吹啊。讲实话呢，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啊，因为这种啊中国品牌对战日本品牌，这个视频拍出是很容易就被人扣帽子啊，一不小心就会上升到立场问题啊。但是粉丝是我的家人啊，为了大家我们豁出去啊，一定要这么拍，好吧？哎，另外呢，其实我也不太关心这辆车到底谁更省油啊，我只是想看到迪粉和丰田粉丝在我评论区打起来干起来，打得越狠越好啊。我就是典型的看热闹不嫌事大啊，我要给他火上浇油，因为诸君我喜欢战争。在出发前，我们选择的是把能量回收调到了标准啊。它的 SOC 设计呢，它的系统默认值为25，他自己说了啊，你建议将它调低一点，节省燃油消耗是吧？我们就不用它去故意给它发电了，好吧？我们就选择这个25%。当然，南京今天天气特别热，我们开了一小会儿空调，现在车内是19%的电量啊。然后在这边呢，我们不选择强制保电，我们全部选择智能，让车子它自己来调节。在丰田这边，我们也选择的是22度，并且选择 Auto 自动模式啊。画的银子啊，看在我们节目组大抽血的份上，大家能不能动动你的小手指，给我们来个免费的赞呢？我们今天的路线大致如图：绕南京城跑一圈，大约是80公里左右，涵盖了高速路、快速路以及城区路段。设定终点为我司附近的一个加油站，跑完加满油，测算结果。南京这2天气温高达38度，我们车内空调给它统一设置为22度自动模式。比亚迪驱逐舰05这一台车上，发动机热效率高达43%，还是非常厉害的啊！在比亚迪的这套混动系统中呢，发动机既可以像传统油车那样把动力传递给车轮啊，也可以不用来驱动车轮，发动机呢就只用作发电，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增程车，适合中等速度行驶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关闭发动机，只用电池、电机作为驱动，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了纯电车，适合低速行驶。它因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，当发动机直驱车轮的时候，相当于只有一个档位嘛，它的设定就是类似于油车的高档位，通常是比较高车速啊，或者是需要大的动力响应的情况。当然，比亚迪的这套混动系统工作原理远比我说的要复杂得多啊，总之你就把它理解为它的发动机、发电机、驱动电机和电池啊能够相互配合，一块断开，一块结合，一块充电，一块放电，始终尽量让发动机、起油机啊工作在最省油的一个状态。丰田这边的 THS 混动系统和比亚迪还是不一样的啊，它有2套复杂的电机结构配合发动机工作。丰田呢虽然有一个所谓的 eCVT 变速箱，但它其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结构，它是一套行星齿轮的动力分配装置，通过它来调节动力输出。具体原理呢也是非常复杂的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一个健康的消费环境，一个合格的产品，不应该去逼着消费者去研究工作原理构造。对于消费者来说呢，只要好开省油就可以了。如今无论是汽车圈还是科技圈，老百姓买东西前似乎都要被迫去做很多功课，其实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去抵制这种不正之风，一切技术以结果说话。其实这期原本的选题不是这2台车，而是当红杀死机秦 L 和凯美瑞双擎，但是没有接到，很可惜。如果有南京这边的秦 L 车主和凯美瑞双擎车主看到这期视频，我们愿意向你有偿借车啊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小王的问答时间，在这呢回答几个问题啊。第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路线选择的合理性，为什么看起来似乎是高速公路占比比较多呢？回答：我们选择是南京的绕城路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城市快速内环。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是很大的，实际行驶速度远不及大家固有印象中的高速公路，但是呢又能比主城区的堵车速度快一些，相对来说是一个折中的线路，符合我们节目的风格，就是啊贴近一般老百姓用车场景，不去刻意拉高速，也不去刻意挤市区，每一种路况都给它带底。这种路线是否合理呢？看到最后跑完的行驶轨迹截图，我相信大家就明白了。第2个问题，比亚迪是插混车，你们为什么不给它充满电再比呢？回答：这个提问的逻辑不对，完全是抬杠啊！如果刻意充满电，那我们干脆改成对比50公里续航，说不定比亚迪还是零油耗的，那这样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。这台车出发时剩余多少电呢？它就是多少电了，完全取决于比亚迪厂家的标定策略。我们就是模拟一般用户的使用习惯，比的就是2车的亏电油耗。很多人买入门级插混车，就是因为它没有充电条件，把它当成油车开啊。不然比亚迪为什么要推出55公里版本呢？不就是为了让你刚好能有绿牌吗？问为什么没有给它充满电再去对比啊？就好比问广大老旧小区车主为什么没有装充电桩一样，典型的何不食肉糜。厂家把它当油车卖，消费者把它当油车开，合情合理。如果这样还要抬杠的话，那我只能借用周总理的一句话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，你不喜欢，你算老几？上午这一圈测试呢，两者都是4点几的油耗啊，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。从绝对的数值上来讲呢，也比目前为止主流的纯油小轿车油耗表现好很多，因为我们是包含了高速路段，也包含了城市拥堵路段啊。但是棋逢对手，类似的数值呢，让他们俩谁也服不了谁啊。对此，我们来采访一下2位的粉丝，看他们是怎么讲的。多花钱买个毛坯房，就是智商税，被人割韭菜啊！南排混动，你混了个寂寞，懂不懂什么叫工业奇迹啊？你买丰田，你就是膝盖生根，你就是狗汉奸。世上没有捷径可走，弯道超车的结果就是翻车。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别天天用 AEDC 标准来欺骗自己了。20多年的技术积累，不是你这种天天改个名就能当新产品能碰瓷的。你买比亚迪不是爱国，是因为你穷。你有钱你会买比亚迪吗？
既然他们俩谁也服不了谁，那么下午这一圈我们开始测试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回看素材的时候，发现大事不妙啊！比亚迪不知何时居然被设置为了运动模式，这可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啊！要是这样把视频发出去，可是要对底粉质疑成分开除国籍的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啊，只能再安排驱逐舰重新跑圈。对此呢，比亚迪派和丰田派都表示非常的不服气。客观来说，4点几的油耗表现已经非常惊人了。要知道，这还是在夏天开空调猛吹的条件下，我觉得这两台车表现真的非常优秀，吊打移动纯油车型。想必看到这儿，大家还是比较关心这两台车开起来是怎么样的体验。之后我们会有两台车各自单独的细节和体验节目，大家记得关注。那在这呢，就简单说一说这两台车的大致感受。两台车它都是入门级的家轿，那你就不要指望它有太过于优秀的驾驶体验了，基本上属于就是能开就行啊。但是呢，比亚迪的方向盘设定非常轻，阻力非常弱啊。说的好听一点，就是男女老少都能开，没有压力。但是比亚迪的短板，也就是底盘这一块呢，开起来前轮非常的没有实感，非常的模糊啊。而丰田这边呢，方向盘就是典型的日系风格，有一些粘滞和阻力感，路感也一般啊，但是比驱逐舰略微好一点。在这种家用轿车上呢，路感是否重要，没有明确的答案，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。在底盘这一方面，比亚迪非常有意思，那它的车子悬挂是比较软的，遇到细碎的震动都能很好的过滤掉。但是车子带着一个大电池，比卡罗拉更重，惯性更大，经过桥梁，车身容易抛跳，再狠狠的砸在地上。我觉得驱逐舰的车身刚性应该是比较强的，但是呢，遇到它处理不了的坑洼路段时，就会砰两声，硬碰硬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好。而丰田这边的底盘表现越好，开起来呢明显更加有韧性，更轻的车身使它开起来更加灵活。丰田这边的车身刚性似乎要弱一些，使得一些颠簸条件下，卡罗拉双擎不会感觉到太颠，因为它的车身能够处理一定程度上的形变。好的，那下午这一圈也很快就结束了，那还是一样的，我们给它加满油并做记录。我们回到演播室，给大家公布最终的结果，并且来分析一下对应的数据。先从卡罗拉说起，上午卡罗拉跑了83.8公里，下午跑了77.2公里啊，合计161公里，加油6.18升，折算下来3.83升每100公里。驱逐舰05重新跑的一圈是73.9公里，结束时加油3.18升，出发前电量剩余20%，结束时电量冲到了28%。按照它 WLTC 纯电续航46公里来算的话，这8%的电够它跑3.7公里，我们也给它加上。修正之后的续航是77.6公里，那它最终修正之后的油耗是4.09升每100公里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一次的城市环路测试中，丰田卡罗拉双擎油耗表现胜出啊，优势为每100公里0.26升油。按照油价8元来算的话，大约是每100公里差了2元08分钱，差距不大，比亚迪惜败。数据已出，请双方粉丝入场，在评论区干架，我好看热闹。那我们怎么看这个结果呢？首先，我们这两台车租的都是盖中盖的最低版，要结合它的 WLTC 的官标油耗进行对比。卡罗拉这边是4.06，驱逐舰是4.6，最终两者实测油耗都是要低于他们各自标注的 WLTC 油耗，这肯定是要表扬鼓励的，他们的表现都不错，说明这两台车的都是比较省油的车。其次，经过计算，卡罗拉领先官标油耗5.7%，而驱逐舰领先官标油耗10.9%啊，比亚迪可以讲是虽败犹荣。比亚迪本身的 WLTC 亏电油耗数据就和丰田差了一大截，差了0.54升，那最终给它实测缩小差距追到了0.26，已经很不错。同时，这两台车技术路线是不一样的，亏电油耗测试肯定是对插混车不利的。插混车背着一个大电池啊，在没有电的时候，这个大电池就是一个巨大的累赘。我们测的这两台车的比亚迪比丰田多了130公斤，物理学肯定还是存在的。这次对比的驱逐舰05是比亚迪的第4代电门混动，而前一阵子那个推出非常火的秦岚是5代混动。那相信比亚迪将来如果全面换装了5代电门混动之后，油耗表现肯定还有进一步提升。那将来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也会去再次对比测试。我们不做具体的购买推荐，我们只是把客观的数据告诉你。那屏幕前的消费者，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购车辆。当然，我也知道这样的结果说服不了那些极端底粉。那实在没有办法的话，你们就向比亚迪官方举报我，好吧？这两台车的车架号我都做了记录。那现在这些车子都是联网的，我的测试是真是假，有没有作弊，官方都能查到。最后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，我们这一次测试前后呢问了很多人，让他们猜测谁的油耗表现会更低啊。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普遍都认为比亚迪能胜出，而租车行的小哥却表示丰田能赢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开过比亚迪的人更倾向于绿牌比亚迪混动更强，而实际开过车的人则会反直觉的认为蓝牌丰田更省油。我想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直到2024年的今天，纵使网络上比亚迪的舆论优势一边倒，但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人买丰田。